针对解放军近期连续派遣多批次军机进入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的行为，台防务部门的报告提出了愈接近本岛、反制力愈强的应对策略。您对此如何解读呢？其实此前岛内有政客曾经叫嚣，假如解放军军机进入了台湾的所谓领空，那台军方就将坚决予以击落。因此相较于这个激进言论，台防务部门提出的解放军军机愈接近本岛，台军反制力愈强这样一个应对策略，还算是相对含蓄的。那么台军方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抛出这种语带威慑的话呢？我认为这背后反映出了台军与蔡英文当局两种心态。其一是不耐烦的心态，面对解放军近况空前的军机绕台强度与密度，台军方已经陷入到了严重的不堪重负状态，甚至因此而产生了焦躁与不耐烦的心理。其二是恐惧的心态，蔡英文当局尤其是台军方担心解放军军机有一天会突然打破常规，不仅进入台湾单方面划定的防空识别区，而且突然进入台湾方面声称的所谓领空范围内。在蔡英文当局看来，所谓的领空与防空识别区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防空识别区被大陆突破了尚且可以忍受，但是所谓的领空，这既是台军方必须坚守的所谓军事上的防线，也是台湾民众最后的心理防线。一旦解放军军机进入了台湾所谓的领空，那不仅台湾的军事防线被突破了，而且台湾民众的心理防线也将彻底崩溃。尤其让蔡英文当局感到难办的是，一旦解放军军机进入了台湾所谓的领空，台湾军方将不知道如何来应对。假如按照个别台湾激进政客所言的开火击落，那就意味着台海战争正式甚至是全面爆发。但是假如台军选择当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面，那就意味着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所谓的领空将会走向常态化。因此解放军进不进台湾单方面宣布的所谓领空，将会成为台海局势是否发生突变与破局的一个重大分水岭。对此，蔡英文当局为此感到诚惶诚恐，生怕头顶上的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有一天会在不经意间落下来。就连拜登政府也在为此提心吊胆。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台军方才会放出解放军军机愈接近本岛，台军反制力愈强的信号，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向大陆发出威慑的方式，来防止这样一种不测事态的发生。而在我看来，中国有句话叫做求人不如求己。蔡英文当局与拜登政府与其成天提心吊胆，担心解放军军机的越线行为，不如好好反思和检讨一下自己。要知道，中国大陆在军事上是否会采取突破行为，完全取决于蔡英文当局与拜登政府是否会在政治上采取突破行为。只有美台双方不在政治上采取突破行为，那中国大陆就不太可能会在军事上采取突破行为。而早前拜登政府放出风声，说要将台湾在美国的代表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以及日前蔡英文扬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岛内县政权互不隶属，就是政治上的危险越线与突破行为，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根据中美3个联合公报、美国对台6项保证以及与台湾关系法保持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您对此又是如何评论呢？其实魔鬼还真的是藏在细节当中。认真听了一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的这次讲话，我发现还真的是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很多鹰派政客的言行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甚至是跟拜登政府过去一段时间所奉行的台海政策也有着许多微妙而关键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拜登政府尤其是美国国会中的很多政客屁股都坐到了台湾这一边，所以他们在讲美国的台海政策时候，往往强调的都是美国对台6项保证以及与台湾关系法，
很少提起能够对美方产生约束的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甚至给人一种感觉，在他们的心中，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压根就没有存在过。而这一次，科比不仅同时提到了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而且把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摆在了与台湾关系法的前面。第二个不同是，过去几十年以来，都是中方在反复敦促美方必须遵守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当美方不顾中方感受，执意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时候，更是如此。然而这一次，似乎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不是中方在敦促美方遵守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而是美方倒打一耙，反过来敦促中方遵守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第三个不同是，当记者追问科比是否同意美军采取行动保卫台湾的时候，科比居然说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同时，对于《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美军特种部队和陆战队成员在台湾训练台军一事，科比也表示，我不会对这些报道发表任何公开的评论。很显然，科比在回避与躲闪这些敏感的问题，这也跟一些美国鹰派政客公然叫嚣要武力协防台湾的做法有了相当大的不同。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对华鹰派与挺台势力，在鼓吹美国军事协防台湾的战略由模糊化走向清晰化。而科比的这个说法显然是在反其道而行之，他仍然想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退回到过去的模糊化战略当中去。值得注意的是，做出这样一番表态的并不仅仅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一个人。在本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也做出了几乎是完全雷同的表态。很显然，这并不是两位新发言人的个人即兴发言，而是拜登政府的统一安排。这个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往回收的迹象，也就是由原来的不顾一切的支持台湾，转向了要顾及中国大陆的感受，要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重新寻求某种微妙的平衡。或者说，拜登政府正在缩回到过去美国奉行了40多年的美国版的一中政策上。那么拜登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往后退？我认为显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创纪录的加大了军机绕台的密度与强度。这个行为让拜登政府预感到了可怕的后果，即中美极有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由对抗走向冲突。非常有意思的是，过去在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问题上，中国大陆采取的守势，也就在美国对台军售之后，中国大陆反复劝说与敦促美国遵守3个联合公报，而美国则置若罔闻。而现在，中国大陆改变了战术，开始以攻代守，频繁地派军机绕台，反而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逼得美方开始敦促中方遵守3个联合公报了。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